黑悟空整个的游戏出来之后，有很多的征讯操作是在做统战，他们甚至说台湾就是因为没有中国文化深度才做不出这种东西。那不是很好吗？台派不是不要中国文化吗？这不是反向验证台湾已经脱华成台了。中共文化的统战手法多元，我们不是讲中华文化是一种统战，有些这种统战活动，它发起的单位就是中共中央。单位问题哦，所以他这个逻辑哦，你只要里面讨论的议题角度跟中共有雷同之处，你就被统战。那如果照这样的话，那习近平大便也是你大便也是统战哦，脑袋有问题是不是？所以今天只要讲中华文化的好，因为中共讲中华文化的好，所以也是统战哦。大小啊，今天民进党只要有人讲的你不想听的话，你就出征他，小鸟就冲出去攻击人家，这才是今天民进党最大失败之处，无能嘛。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黑神话悟空终于过审，热度已经过了嘛？你这时候才过，你就不知道干什么。而且重点是，其实本来大家都可以玩，那它卡你哪里呢？它卡 PS 的平台啊，当时你还必须切换到香港的 IP 你才能玩嘛。那拖到10月14号。才正式给你通过。那其实就是民进党一直认定黑神话悟空是认知作战，这个最先在那边讲的，像关键评论，这关键评论也是相当的绿了哈，对吧？他就直接出了一篇，国安单位称黑神话悟空了可能是中共认知作战的武器，我们该如何看待？当时国安单位就一直说这有潜移默化的效果，认知作战的工具啊。游戏背景设定是对于中华文化的重塑，哪里重塑？这中华文化本来就长这样，好不好？需要重塑吗？那个鬼扯淡！那他就硬跟你说重塑什么意思？就原本的不好。把它改成好的，但是黑神话悟空里面它的黑化程度是比西游记原版的内容寓意更深啊，它更直白讲就是人性的丑恶展现的更直白啦。对西游记经典角色的再创造，无疑是一种符合中国价值观的世界观。但这个很好笑的地方是什么？黑神话悟空里面呢，天命人若真从了天命，那又有啥好的？这里面是一个大哉问啊！其实天命人是在反天命啊，悟空在里面他是想要推翻现在既有的结构，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所以你可以了解到他们一直在传达同样的概念，而且呢，他把那种国际局势那种对外传播一部分他都把它讲进去。包括谁呢？一直讲黑神话悟空是认知作战的最有名的就是沈黑熊。当时黎巴嫩爆炸的时候，沈黑熊还跳出来说这是中国认知作战的升级，甚至呢被说他是黑熊精、黑悟空扯统战。第一关游戏有黑熊什么的，可能一定有一定程度的联想。不过以中国角度来看，对台湾做相关统战比较不是针对游戏本身，而是针对直播主啊，讲这都不是人听得懂的话啦。他意思是什么？游戏不是认知作战，是通过你玩游戏的人啊去扩散中国的好啊，是不是就是针对他呢啊？因为这个黑熊呢是针对他，有没有？因为第一章的黑熊仔并不强嘛，打一打就趴了。他说啊，游戏案子第一关有黑熊什么的啊，有一定程度的联想。他们已经把黑神话悟空认为认知作战已经到了一种激进疯魔的态度了。那沈伯洋毕竟不是官员哦，他是立委啊，大家也知道民意代表立委也就算了，结果没想到呢，徐巧芯跑去问国安局长蔡明彦。蔡明彦竟然说黑神话悟空是统战，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我们的自己的委员都在立法院里面看爱奇艺，然后跟使用抖音上传统战。那请问中华文化是统战手法，这句话是从何而来？我们讲的是中共文化的统战手法多元，我们不是讲中华文化是一种统战。我刚刚也在跟马文君委员说明，文化交流跟文化统战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你里面讲到啊，文化交流跟文化统战是不一样的事情，他开始凹了哦。中共的文化统战手法多元，但中共如果拿中华文化来跟大家交流的话，那请问中共拿中华文化交流，那是不是中华文化统战呢？谈抗日历史就是中共统战是吗？那民国113年，这是赖清德总统说的。民国113年的历史里面有没有包含抗日？我们在谈所谓的文化统战，有一个重点跟委员说明哦，有些这种统战活动，它发起的单位就是中共中央。那是单位的问题，但你单位问题啊，他还开始扯了啊。举办座谈研讨抗日历史也算在内啊。要看他主办单位是什么。所以是主办单位的问题，所以你在这个新闻里面你谈到的就是错误的嘛。所以谈抗日历史可以，但是主办单位如果他有统战色彩不行。没有，主办单位跟相关的议题以及他们讨论的角度，哇，无所不包哎，主办单位相关议题跟讨论角度，所以讨论角度只要抗日也是统战吗？很有可能中共就是会透过这些文化的议题来包装进行。所以你顺着他逻辑听，你就听懂一个道理了。只要里面讨论的议题角度不止单位哦，跟中共有雷同之处，你就被统战了。好，那我问你哦，习近平尿不尿尿？习近平吃不吃饭？习近平写不写字？习近平呼不呼吸？那如
如果照这样的话，那习近平大便也是你，大便也是统战哦，脑袋有问题是不是啊？所以身为一个中华文化圈的人，只要讲中华文化的好啊，所以也是统战哦。这蔡明燕逻辑就这样，那瓜小啊，灌输中共相关的政治意识形态。那我最后再问你，这个玩黑神话悟空的呢？这个有争议哦，有些人认为这是文化统战的一环。对，掉他了。电玩它的分级，我们尊重业管机关的分级。那但是我们必须要提醒，就黑悟空的整个的游戏出来之后，有很多的征讯操作是在做统战。哦，所以黑悟空里面传达满满的统战精神。我们每玩一次啊，难怪要常常黄标我们，难怪要派调查局来查我，对不对？因为我就是会玩黑悟空的那个。他们甚至说台湾就是因为没有中国文化深度，才做不出这种东西来。哦，因为台湾没有中华文化深度，所以做不出黑悟空，那不是很好吗？台派不是不要中华文化吗？你华国华脑东西要什么？不要嘛！这不是反向验证台湾已经脱华成台了？你在气什么？这不是统战，什么叫统战？哦，你看气哦，真的气哦，敲桌子哦。所以你认为在玩黑悟空的人发表这些言论的，算是我讲的是正义讯息，我们不要扩大讲成是电乱玩家，我在口没有。我讲的是里面的讯息，政治讯息，不是电玩家，所以游戏里面有了统战的讯息，那玩家不就被统战了吗？那他又不敢承认，因为他一讲所有玩黑悟空的人都是被统战的，那是不是惹恼所有的玩家？所以呢，要跳针说哦，不讲玩家。蔡明燕真的哦，满脸豆花，我会笑死。其实你可以看到，民进党现在真的没有能力去应对现在所谓的文化对抗。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民进党现在对于任何的事情呢，都必爆跳，遇到就吸反射，统战。在过去两蒋时代是军事对抗，进入了小蒋的后期，其实主要从李登辉开始，李扁马蔡是经济对抗为主，当时还没有什么文化对抗，应该是已经有了，但没那么明显。但是到了今天，民进党已经没有办法去应对所谓中国崛起所带出来的扩散效应。那这个扩散效应很明显的就是在整个文娱产业上的一种倾斜，而这种倾斜是没有办法被阻止的。为什么他害怕透过中华文化所传递出来的中国强大、中国崛起这个内涵？因为中国文化对台湾人来讲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天性是什么？台湾人必须学的是中文，所以当你看到那游戏，然后你看到哇好美的时候，哇这个实景在哪里？你会不会觉得说，我想去看一看，我想去了解一下？所以等于他们真正为什么对黑悟空那么的愤怒，从黑熊到这个蔡明燕，连官员都跳起来，他事实上就是在所谓的中国崛起的外溢效应，从军事到经济，现在已经扩散到文化这一层，是让他们毫无招架之力。什么台派美学啊，台湾独立精神这些内涵是贫乏的，是没有深度的。不能说台湾没有文化哦，台湾有自己文化，但台湾的文化就是本质于中华文化生长出来的。那当然呢，台湾一直以为我们把天庭比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但是在对岸老百姓是觉得那个就是美国压迫世界，共产党反而可能被比喻成什么弥勒佛或葫芦仙，在帮助中国人去抵抗强权的过程。而且其实我觉得老公也了解到了，民意如流水，不可堵人民悠悠之口，要疏导之啊。你今天民进党只要有人讲的你不想听的话，你就出征他，好小鸟就冲出去攻击人家，所以这才是今天民进党最大失败之处了。